大家好，我是小玉。买蚝油不管是什么牌子，如果瓶身上面少了这两个字啊，十有八九都是假的。今天就来分享辨别优质蚝油的方法，让你轻松挑选到好的蚝油。蚝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常见到的一种调味品，它的口感非常的鲜，用处主要是用于给我们所有的食材进行提鲜增香，补充营养，促进食欲以及抗氧化作用，调色增亮等。这是因为蚝油里面含有独立一种天然存在的氨基酸、锌、铁、钙等营养元素。常吃蚝油对于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所以说蚝油不仅口感鲜美，具有增鲜增香的用处，并且呢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因此深受大家的喜爱，很多人都爱吃。但是说到挑选蚝油，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来挑选。今天来教给你正确方法，只要我们的蚝油上面有这两个字的，就是优质的好蚝油。由于蚝油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现在生产蚝油的厂家越来越多。我们一进入超市，琳琅满目的蚝油摆在我们的面前，各个牌子的都有，大的小的，玻璃装的，塑料罐的，直接倒出来的，以及挤压式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那么面对如此琳琅满目，如此多的蚝油，很多朋友都挑花了眼，不知道怎么去选择。因为很多黑心的蚝油厂家为了赚取其中的暴利，会选择不好的原材料，以及很多科技与狠活来调出蚝油的口感，却并不是用真正的牡蛎，也就是我们的生蚝所熬制而成的蚝油。如果我们平时买到了不优质、劣质的蚝油，别说对菜品有提升香味增鲜的作用了，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添加剂和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在里面，像那种的蚝油，吃了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说，学会挑选蚝油已经是重中之重了。如果你家里面都喜欢吃蚝油，有吃蚝油的习惯的话，那么今天挑选优质蚝油的这个方法，你一定要学会。下面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吧。首先我们要看它的品牌，最好不要买一些杂牌、白牌、贴牌，选择自己觉得比较信赖的牌子去进行购买。像什么经营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老字号，那种的老字号生产出来的蚝油，吃起来会更加的放心，至少相比于一些贴牌、杂牌要让安心许多。所以说呢，牌子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除此之外，还要来看一看蚝油瓶上面有没有这两个字。不管是玻璃瓶的蚝油，还是塑料瓶的蚝油，我们都要来看一看它上面是否有这两个字。我们先来看一看它的产品名称。咱们的蚝油分为上等蚝油、特级蚝油、一级蚝油、二级蚝油、三级蚝油以及特级蚝油等，其中特级蚝油品质最为高。所以说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它上面蚝油的等级，从等级上面基本上能区分这个蚝油它的等级质量怎么样。第二点，看一看它的配料表。不管我们买什么产品，首先要观察的都是它的配料表，蚝油也不例外。我们来看一看蚝油的配料表。第一位，首排列的就是蚝汁，中间后面打了括号，蚝水、食用盐、白砂糖、食用盐、谷氨酸钠。谷氨酸钠就是我们平时所用到的味精，所以说它不是什么科技与狠活，还有什么的其他的什么焦糖色啊、小麦粉等等。首先，如果我们在配料表里面看到排列在第一位的是蚝汁，那么就说明这个蚝油是比较优质的，质量等级比较高的蚝油。因为咱们配料表它里面的成分含量都是根据所含成分的多少来进行排列的，蚝汁排在第一位，说明里面的蚝汁成分是最多的。因此我们蚝汁排在第一位的这种蚝油，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它的等级比较高，
质量也比较偏高。像这种的蚝油，一般就是用新鲜的生蚝熬制出来的蚝油了。如果咱们的蚝汁没有排在我们配料表的第一位，甚至是排在我们的白糖、食盐、谷氨酸钠之后，或者是咱们的焦糖色、小麦粉之后，基于配料表的后几位，那么说明里面的蚝汁含量特别少，它的味道就不够鲜美，基本上不含我们真正的生蚝在里面，而是用各种的添加剂调配出来的蚝汁的一个口感。这样的蚝汁吃起来会让你感觉口感怪怪的，并且会容易出现吼嗓子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在挑选蚝汁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配料表，而我们的蚝汁一定要排在配料表的首位，并且呢，其中添加剂越少的越好。这样的蚝油买回家之后，味道更加鲜美，烹出来的菜肴也更好吃，它的营养价值也更高。那么我们生活中的蚝油不仅可以用来炒菜、拌馅、烧烤等等，还可以用来做蔬菜沙拉。所以说它的用处这么多，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咱们配料表的这一点。那么除了配料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来看一看它的这个配料表旁边的这个产品标准号，产品标准号为 GB-T2-1999，这个是咱们的国家标准，规定了蚝油的基本生产工艺和成分要求。那么除了咱们的 GB-T21999之外的这个国家标准，还有一个就是 GB-T2008，也是咱们的国家标准。看到这样的产品标准号，我们都可以放心的去买。一旦有咱们的这个 GB-T21999，需要通过固定物含量、微生物检测等多项检验，确保安全性和它的风味。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它的保质期。保质期一般情况下都是24个月。那么除了看保质期之外，我们还要去看它的生产日期。日期越新鲜，越接近于你购买的时间，那么拿回家的蚝油也就越新鲜。因为毕竟很多朋友把蚝油买回家之后，平时常吃的可能1-2个月就吃完一大瓶了，不常吃的甚至是吃上半年，甚至是1年的时间。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尽量去挑选它的生产日期比较新鲜的来进行购买。这样的蚝油不仅吃起来更鲜美，拿回家之后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除了以上的这几个特点之外，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很多朋友蚝油买回家之后，会选择用完后直接把它放在厨房里面。要知道厨房里面的温度一般比较偏高，如果我们的蚝油没有拆开的话，放到厨房里面还无可厚非，可以正常保存。但如果已经是食用过的、拆开后的，我们就不能放到常温下去保存了，一定要放到冰箱里面冷藏起来。我们可以去看看它的储存条件。如果我们开盖后的蚝油放到常温下去保存，很容易就变质了。这是因为咱们的蚝油主要以咱们的生蚝汁为主要原材料，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糖类以及水分，而这些成分又为一些细菌霉菌等提供了理想的环繁殖环境。常温下微生物会快速繁衍，导致我们的蚝油腐败结块，或产生异味变质等情况。而我们的冰箱冷藏的温度一般都是在0度到4度左右，这样能显著减缓微生物代谢速度，从而延长蚝油的保质期。所以说咱们开盖后一定要记得把蚝油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千万不要放在常温下。所以说呢，咱们如果家里面经常吃蚝油，又不知道怎么去挑选的，一定要注意。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以上的这几个方法，只要你学会之后，准保你不管买什么品牌的蚝油，都能挑到优质上等的好吃的、鲜味浓郁的蚝油，再也不会上当受骗了。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